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一个细节让全场都惊叹了，他双手托起奖杯，微微俯身，像奉上传家宝物一样轻柔递给身旁伙伴。白玉兰提名晚宴后，行业里流传的最多的，其实不是某个奖花落谁家，而是几句评价的叠加：有顶留命莫顶，留病三观正，艺德正，人品正，作风正，谦虚稳重，用心用功。这些标签都指向同一个人，没走红毯，端着一杯白开水的90后演员肖战。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话不是粉丝应援词，而是导演、编剧、老戏骨、电影节创办人轮流给出的内部结论。先从那晚行业层面的在场感说起。2026年6月25日，白玉兰提名晚宴换上墨绿礼毯，大部分提名演员照例走一圈，给媒体留素材。肖战反其道而行，从侧门安静进场，前期几乎零物料流出。粉丝在肖战工作室快出图的话题下刷屏催图，结果等了几个小时，只等来一组工作室精修的黑白加彩色大片，配文是角色的光点亮色彩交织的夜晚。他人忙着抢镜头，他把镜头留给角色，反而把人在哪状态如何变成这场晚宴最大的悬念。悬念直到那场画面释出才被解开。落座之后，肖战第一时间起身走向倪大红，弯腰握手，打招呼是标准的后辈姿态。转身又跟身旁的郑晓龙聊起《藏海传》，导演当众肯定他内敛细腻的演技功底。桌上酒水、佳肴一应俱全，他却端着一杯装白开水的高脚杯，全程一口菜不动，只给前辈倒气泡水。网友用一句话概括这个画面：别人是来赴宴，他像是穿着礼服来上班。白开水带酒的梗这次炸开，很快被扒出前史。2025年拍《藏海传》之前，他为贴合角色清瘦感，先减了10多斤，一天3餐极度清淡，拒绝重油重糖，每天健身维持状态。导演曹艺文跟他深夜聊戏，点外卖炸鸡烧烤，肖战一句不吃，曹艺文一个人工伤势长胖30斤。到了白玉兰晚宴，他仍然保持这套自律作息，在人人举杯的场合用一杯清水硬控饮食。网友玩笑说拿水 cos 酒，但圈内人懂，这背后是对角色管理的延续，也是对身体和状态的长期投资。真正让全场破防的是他上台那段不到60字的发言。领奖环节，肖战走上台，没有煽情铺陈，没有长名单致谢，更没有把拍戏的苦难当谈资。他只是说：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感谢上海电影节，感谢白玉兰，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齐聚在这里。在现场看到很多我非常尊敬的也非常喜欢的前辈们，你们是我学习的对象。那在未来我也会继续努力踏实拍戏，祝愿我们影视行业行稳致远，佳作不断。谢谢。3句话，第1句讲荣幸，第2句敬前辈，表态度，第3句直接把话题抬到整个行业。北京青年报、封面新闻这些媒体给出的关键词是谦逊真诚，格局拉满。更有画面感的是，他说这段话时，后排座位几乎被掏空。多位现场博主形容，只要肖战站到台口，后排嘉宾就集体端起手机往前冲，空椅子一片。连郑晓龙、倪大红这样见惯大场面的前辈，也不自觉加入拍摄大军。这不是粉丝见面会，是专业晚宴，能让行业大咖抬手拿手机，靠的显然不是流量噱头，而是对一个年轻演员职业路径的真实好奇。这种好奇其实早在之前几次公开场合就有迹可循。2026年4月，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红毯上，肖战和孔笙、蓝小龙一起亮相。3个人在 C 位上演了一出谦让连环恋，
肖战先把编剧蓝小龙往 C 位推，蓝小龙又把导演孔生拽到中央，自己退一侧，三人最后斜着站成一排，被网友调侃是人形 WiFi 信号。红毯是检验艺人求镜头欲的最佳战场，结果这三位的第一反应都是往后缩，这种画风在流量时代很罕见。后台故事更耐人寻味。肖战跟蓝小龙聊角色没说几句，就蹲下去陪编剧女儿画画，整整2个小时聊动漫。蓝小龙自嘲我反而成了局外人。同一届电影节上，老戏骨范明把他拉到角落，聊了10多分钟，从梦中的那片海里北京大院子弟肖春生聊到德贤锦志中的8级前公莫德贤，还爆料自己女儿是肖战粉丝，托他现场转达喜欢。范明给出的8字评价是谦虚稳重、用心用功，特别点名他不是北京人，却死磕方言和年代感，把大院子弟那股劲儿演活了。倪萍的评价干脆直接，他在大学生电影节颁奖礼上喊他是厉害又不费油的战马，还让全场一起喊他的名字。他看德贤锦志时，被那个小平头讲南京话、帅里透着市井智慧的肖战镇住，用的是表演，让我这老同志为之震撼。于南在《藏海传》合作后说，他的眼神和肢体张力强到让他演着演着忘了有镜头，临时改成文言台词，他几乎不用背就能流畅输出。这在拍摄节奏极快的当下是很少见的台词能力。黄觉的记忆点则来自开拍第1天，他们在《藏海传》里的第1场对手戏就是情绪最高的牢狱对峙，零磨合的情况下，肖战直接给满格情绪反馈，把黄觉吓了一跳。之后他承认，正是这种稳定而强烈的表演气场，让自己快速进入角色。两人都是内向型，私下连互发恭喜微信都不好意思，反倒是在白玉兰晚宴上才正式坐下来聊。这些前辈评价有一个共同点，不是泛泛说人好、努力，而是配套具体细节。郑晓龙提到，他为一场关键内心戏反复尝试近10小时，还为了角色增重10斤。剧组开机前进行3个月剧本围读，蓝小龙在德贤锦志里用了肖战是君子来定义，称他是专注的聪明人，悟性高，第一次沟通不到20分钟，就放心把角色心理走向交给他自行搭建。梁超因为在《藏海传》中演他师傅，被肖战戏里戏外都尊称师傅，杀青半年称呼不改。他给出的判断是年轻演员里已经具备艺术家的所有气质，德艺双馨。行业口碑往往还要看圈内人口径。王林在采访中说，肖战认认真真演戏，从来不喊累，对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保持谦卑，甚至直白地抛出一句：如果肖战不红，那谁会红呢？大学生电影节创办人则用4正概括他：三观正、艺德正、人品正、作风正，跟孔生口中的大暖的男孩，倪萍嘴里的战马，侯洪亮的优秀认真串成一个闭环。职业习惯上看演员，还得看团队。业内观察者提到，肖战团队的关键词是严谨专业、恪守规则、沟通平等。在设备故障等突发状况下，不抱怨，配合调整，没有顶流特权意识。有媒体人评价他的整体状态：眼神锐利，步履坚定，气质温润，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端正恳切。这句话其实把他跟不少红得快、消失也快的流量区分开了。回到红毯之外的领奖场合，他身上那种肌肉记忆式谦让也很明显。微博之夜后台，他和宋佳、辛芷蕾一起拿到年度榜样影人，3人同台时，他本能地把 C 位让给前辈，自己退半步站在后侧。下台前，他一边和宋佳玩握拳加油的小互动，一边1步3回头向观众和台下前辈鞠躬。跟辛芷蕾重逢，
则带着老友气氛，两人2017年就合作过《狼殿下》。这次同台，他仍然习惯把舞台中心让出去。资本和平台的反应，往往是最诚实的流量试纸。白玉兰晚宴上，腾讯视频全程跟拍她的动向，被网友调侃是混入晚宴的专属站姐。优酷则不停刷她的单人海报、平台头像、角色图轮番切换。网友打趣说，想让平台默默较劲，有时候一个肖战就够了。另一边，黄觉在采访里说，两人都不好意思聊白玉兰。网友则把他和杨紫这次的顶峰相见理解成另一种宣言，流量可以是起点，但真正把人留在牌桌上的始终是作品。群演和工作人员的反馈补齐了肖战的日常侧面。拍《藏海传》时，他习惯提前3小时到片场，把所有戏再过一遍，只为找到最顺的表演路径。连一块窗帘的状态都要亲自调整，希望更符合角色情绪。夏天拍戏，40度高温，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因为天气要求剧组额外休息。张凌新说，他拍戏从不迟到，台词量再大也提前准备好。合作结束后，他干脆成了他的铁粉。如果把镜头拉回那晚白玉兰的舞台，很多网友提到一个细节：肖战翻看场刊时，指尖无意识地敲节奏，仿佛把自己当成一个情绪节拍器，既不抢戏，又在维持着一种自我专注。等轮到他说祝愿我们影视行业航稳致远，佳作不断时，很多人注意到他眼里那种对行业的期待感是超出我还想多拿几个奖的，更多是一种希望整个盘子更好的抱负。演员邢民山回忆，他进组时，肖战完全可以按拍摄时间到，但每次都提前到场静候。导演提醒不用来这么早，他只说了一句向老师们学习。邢民山用内心非常干净来形容他。你会发现，无论是白开水、高脚杯，还是让 C 位，3句话致辞，背后串起来的是一个年轻演员在高速流量时代给自己设的隐形规矩。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没有走红毯的人能在那晚成为所有人口中的主角，不是因为他举起了什么奖杯，而是因为当他双手捧着提名证书，微微躬身递给同伴，被形容像在接新生儿时，很多人突然意识到他对角色、对荣誉、对这行的态度已经远远超过红不红的范畴。接下来会怎样？市场会用作品和数字说话。看起来，他已经准备好用很长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